干嘛带我来这里啊？安琪，文浩也在这里。你们要结婚啦？不是啦，安琪，妈，爸，今天你才是主角。这是你的馊主意啊！不是，这是安迪的主意，他希望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。谢谢。安琪，我知道我让你失望过很多次，但是这一次，我希望我可以帮你完成你的梦想，也帮助我自己完成自己的心愿。这是我最后唯一能为你做的事。付出的青春代价，时间滴滴答，他选择离开了他选的是他可能希望他能幸福啊。从那天起，他以为住进了他的心里。从那天起，谎言开始慢慢剥离。从那天起，才发现爱上一个人很容易。笑容再大一点，好，往对方看，好，往互相看，这样靠这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你怎么样了？哎，是不是很辛苦？辛苦不要拍了，你继续吧，我可以的。是你现在这样，不要拍了好吗？我真的很想跟你和你爸一起拍，可以吧？笑容大一点，对，好 ，OK， 抓手抓手。看吧，他和他的他付出的青春代价，时间滴滴答，他选择离开了他选的是他可能希望他能幸福啊。安哥，安迪，有什么话要对恩琪说的吗？安琪，爸爸祝福你们俩新婚愉快。我没有什么资格告诉你什么，因为这些年来我没有做到一个爸爸应该做的责任，所以我觉得很惭愧。爸爸想告诉你，对不起。安琪，虽然妈妈没有跟你爸爸在一起，可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一直没变。我们就是希望你能够过好自己的人生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没有让我失望过，你一直都很努力的在满足我对你的期许。妈妈欠你一句，谢谢。
是我不知道，原来你一直都这么不开心。妈妈要跟你讲一句，对不起。希望来世我们还可以再做母女。到时候我一定会学着做一个更好的妈妈，不再让你有压力，不再让你不开心啊！你说的啊。让我这个闺蜜也来说几句话吧。虽然我跟恩琪是好朋友，但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我们是竞争对手。以前高中参加辩论比赛，我们就已经是死对头了。有时候她赢，有时候我赢。一直到后来，我们成了大学同学，就开始比成绩，比排名，比谁会进 Dean's List， 甚至连出席率也拿来比。阔别这么多年，我们竟然冤家路窄，成了同事。我们又开始比谁的客户比较多，谁打赢更多的官司，谁会受到师傅的重视。其实是说真的，比来比去，我也不知道谁赢的次数比较多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跟你一直比下去。除了比事业，还要比结婚对象，比孩子，比谁的生活会更精彩。不过这次，我不想赢了。罗恩琪，加油！今天真的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一天。谢谢你们为我圆了这个梦。我相信你会是一个很好的丈夫，不管你的未来有没有我，我希望你会幸福。爸妈，我知道我的任性让你们心痛了不少，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。爸，以后替我好好照顾妈。你们一定要好好相处。妈，不要再担心我的事了。每天一定要开开心心的过，好不好？你呀，我很肯定，我赢的次数比你多很多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希望可以一直跟你比下去。不过这次的对手恐怕太强了，我可能赢不了。不过我没有输，因为我赢了你们的爱，我没有遗憾，我很满足了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们可以为我欢呼，好吗？好。Yes。确实。
怎么办？我开始想恩琪了。很好啊，证明她真的是你的好闺蜜啊。想要哭，哭出来吧。自从婉妮的姐姐回去之后，家里一切恢复平静，婉妮也没有再提卖房子的事，还说房子要放我的名字。不过我最开心啊，就是楠楠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，等她明年会走路，我就带她过来看你。你一定要继续保佑楠楠平平安安、健康成长。平安啊，不用担心，舒远呢？照顾楠楠非常好，啊，啊，他怎么也来了？洪律师，哎，真的是你啊！林先生，怎么这么巧啊？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。你来拜拜？是啊，今天是我岳父的忌日，我来拜祭他。那，你太太呢？没陪你？哦，他人不舒服，我就不让他来了。哎，你呢？也是来拜祭亲人吗？我来拜我的好朋友啊！我介绍，这是舒远，这是洪律师，他是永涵的老板，也算是我半个老板。什么半个老板？应该说是合作伙伴。你好啊，洪律师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是刚到呢，还是要走了？我准备要走了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呢一直叫不到车，你方不方便载我们一程？可以啊。真的方便吗？方便，走吧。嗯。如果不是永涵亲口跟我说，我还真的不知道原来你是他爸爸。是呀，我也真的没有想过，竟然会在这种情况跟他相认。是好事。我最近发现永涵在公司跟同事的关系变好了，处事方面也比以前圆滑，应该是受了人影响。哪有，我就一个大老粗，能影响他什么？你谦虚啦。没有啦，说真的，我教育程度不高，会的就是一点点茶的技巧。哎，说真的，永涵要是在职场上有什么不懂的话，你一定要指教他。其实永涵这么能干，我也没什么好教的了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他的成就肯定比今天更好。希望如此吧。后面的冷气会不会太冷？要不要调小一点？哦，不用，谢谢，这样刚刚好。啊，对了，你们是？哦，舒远啊，是我一个好兄弟的老婆，刚好今天是他的忌日，然后我就陪他来拜祭他，算了，也30多年了。啊，洪律师，谢谢你的顺风车。啊，别这么说，举手之劳。师傅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。怎么样？恩琪的爸妈没事吧？还需要一些时间平复一下。虽然大家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但是到了那一刻，还是很难接受的。你也要多保重。需要休息的话，我可以放你假。不用了，太空闲我反而会胡思乱想。啊，对了，刚才我去灵骨塔见到你爸。这么巧？
还有一个女的跟他在一起。哦，应该是淑媛阿姨。哦，你们认识的啊？淑媛阿姨的老公跟我爸是好朋友，以前他们在中学就已经认识了。淑媛阿姨的老公去世之后，我爸还照顾他们母子的。看得出他们感情很好。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喜欢彼此的，只是差了一个人先开口。哎，有时候到了他们这个年纪，感情事毕竟难以启齿。师父，我抗议，你这样子是年龄歧视。不管到了什么年纪，都应该拥有享受爱情的权利。OK， 我撤回我的话，你会开玩笑，证明你没事。过来喝杯水。谢谢你。其实你不用特地过来看我的。恩琪在澳大利亚的这些年，我一个人也是这么过的。我现在就当他去了更远的地方。遗产那边都处理好了吗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恩琪她生前跟我提过，说委托了郑峰当遗产的执行人。他还说会把房子和他其他财产全部都留给我。可是郑峰2天前来找过我，他说恩琪的银行户口其实没剩下多少钱，连房子都卖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郑峰说，恩琪投资股票失利，亏了很多钱。恩琪投资股票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这个做妈妈的，也真的是很失败。恩琪这几年的生活，我一点都不清楚。要不是郑峰跟我说，我还不知道他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，恩琪手头上还剩多少钱？好像不超过2万。他说会尽快处理好给我。不到2万？毕竟他们2个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应该是最了解他的财务状况。George， 哎，任重，好久不见了，好吗？怎么每次约你出来打golf，你都不肯出来？没办法，谁叫你每次约我都是我 family day。少来，你明明就是不喜欢应酬。哎，快别这么说啊！你徒弟？哎，张律师你好，我叫丁永涵。你认识我？在律师界，谁不认识 KF 的 founding partner？ 而且我也认识你们公司的其中一位律师。是吗？哪一个？杨正峰。哦，你说的是我女婿。女婿。是啊。正峰是一个人才，是 George 好帮手啊。谢谢谢谢。就这么说定，下个星期我有空，一起打golf。好的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不要再放我飞机了。不会不会。那个 George Dio 讲得对，郑峰在去年的2月已经跟他的女儿结婚了，而且连结婚的证书我都找到了。去年2月，也就是恩琪刚回来新加坡的那段时间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恩琪要当这种人的小三？我记得恩琪说过，当初是郑峰说要回国发展，也许恩琪根本就不知道，他其实是回来结婚的。不止这个，我还查到郑峰，他在澳大利亚曾经结过婚。什么？不过2年前呢，已经离婚了。他听说他这个妻子也因为这个事情得了忧郁症。我记得恩琪说过，他跟郑峰是3年前在一起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为了这个男人当了2次的小三。我还查过，恩琪她那个公寓已经卖掉了，那个钱已经转到一个叫做 Richmond Funding 的公司的户口。那个公司是合法经营的投资者，他的名字叫做 Albert Dunn。谁是 Albert Dunn？ 我还没查到这个 Albert Dunn 的底细，但是呢，我有他的照片。干嘛？手机落在车上了，我去拿。哎，不用啦，你还是开个云端账号，以后不管查到什么都上传进去，就算没有手机，我还是可以登录进去看的。把所有资料传到云端，那不危险吗？是需要密码才可以进去的，你怕什么？下次把你手机拿过来，我直接帮你弄。
好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开一个会，我已经尽快赶来了。恩琪知不知道你结婚了？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你不要再骗我了。我知道你老婆是你老板的女儿，恩琪不可能心甘情愿当小三的。你是不是瞒着她，一脚踏两船？这是我跟恩琪之间的隐私，没有必要跟你说吧？好，那么说遗产好了，恩琪不可能投资，投到连房子都赔上了，她的钱到底去了哪里？他投资失败关我什么事啊？总之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1分钱都没有拿，他的遗产就剩那么多，我全部给他妈妈了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有问题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别以为清空了照片和通讯记录就没事了。如果我把这些照片拿去给你太太看，你觉得她会有什么反应？恩琪真的很漂亮，好可惜。对不起，你刚说什么？哦，你要把这个发给我太太。好啊。之前我也是跟我太太说过，有一个暗恋我很久的同学突然得了癌症，快要死了，所以我想要安排我跟他一起拍婚纱照，帮他圆这个梦。我太太真的很贴心，你猜她跟我说什么？她说我老公好有爱心。人死了就死了，放手吧。等一下，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？接下来你打算怎么样？约那个渣男出来，看他有什么解释。好啊，那我继续调查那 Albert Dunn 的底细，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我刚刚在收拾恩琪的房间，找到了这个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遗嘱上面清楚写明，你死后将会把所有遗产留给恩琪一个人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跟我都是律师，应该很清楚，这个遗嘱应该是无效的。受益人都已经死了，他起不到任何法律效应，废纸一张。这就是证据啊！是，遗嘱是已经失效了，不过还是可以作为你跟恩琪在一起的证据。不知道你太太看到了这份东西，还会觉得你有爱心，还是花心？想怎么样？把恩琪所有的遗产，包括卖掉房子的钱，全部归还给他妈妈。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这件事不能向任何人透露。一言为定。林律师啊，我问你啊，我大儿子刚刚病逝，他生前没有立遗嘱，那他的遗产是不是归我这个爸爸呢？请问你儿子生前有结婚吗？有没有孩子？我哥娶了一个老婆，不过老婆几年前已经死了，只剩一个女儿。那是个拖油瓶啊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女儿不是你儿子亲生的？我大哥娶了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，那
这个女儿是不是能继承我大哥的遗产啊？虽然你大哥跟他太太在法律上是合法夫妻，可是他太太的女儿不会自动成为你大哥的合法子女。你大哥需要在对方21岁之前完成合法的领养程序，他才有权继承遗产。孩子21岁以后就不能领养了吗？他已经成年了，有自主权就没有领养的必要。不管有没有领养啊，那遗产是不能够给那个拖油瓶的。韩老先生，你先别激动，现在最要紧的是弄清楚你儿子生前有没有领养这个女儿。其实我们一家人和大哥很多年都没来往了，他和他老婆女儿的事我们也不是很懂。万一有领养的话，我们能够做些什么？我建议你们去找他谈一谈，看看能不能商量出双方都满意的和解方案。不可能的，我是不会去求那个拖油瓶。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了解整个状况，之后再找你们商量，看下一步该怎么做。谢谢。爹地，你安息吧。爷爷，谁是你爷爷啊？哼！还有啊，你有什么资格把我儿子的灵位给封了？啊？对不起啊，爷爷。文迪7点多已经到这里了，可是一直等不到你，最后真的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就先开始了。我又不是问你，一个外人在这里讲那么多做什么？有什么你冲我来，不要拿我朋友出气。你少废话，把我儿子的遗产给我拿出来。我爹地留给我的遗产。凭什么要我给你们？放屁！那笔遗产是我妈留给他的，你没资格动用那些钱。我大哥供你读书，把你养到那么大，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可以不要这么贪心吗？我现在不想跟你们谈这个，有什么跟我律师说。你拜什么拜？啊！你给我滚！哎，你够了！别以为你这把年纪我就不敢打你。来呀，来呀！你这个死拖油瓶！你真的过分！来，你这个死！够了，够了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看亮也不敢，忘恩负义的东西。你少说几句不行吗？为什么你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冲动？放手！最后吃亏的人是你呀！放手！你真的以为我会动手打老人吗？都是气话来的啦。谁知道你呀？生起气来，什么东西做不出？他们刚才很明显就是要刺激我对爷爷动手，然后威胁我要我把遗产吐出来，我才不会中他们的奸计。之前你跟我说，你跟你爹地家人那边的关系不是很好，没有想到关系居然那么差。我妈咪跟我爹地交往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不喜欢我妈咪了，觉得妈咪是看上他们家的钱，才会跟爹地在一起。我10岁那年，我妈咪跟爹地结婚，他们连婚礼都没有出席。之后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用，他们一直把我们2母女当作是外人。爹地看到我跟妈咪过得很不开心，就申请了去肯尼亚一个非营利组织工作，也带我们2个一起去生活。在肯尼亚的那6年，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可是回到新加坡，不到几年，妈咪就出了车祸。我知道，那时保利刚毕业，你有跟我说。我那时啊，几乎要崩溃了。幸好有爹地陪着我。可是我知道，爹地是比任何人都还要伤心的。他真的很爱妈咪和我。没想到，这么快也走。最近没隔2、3天就打来给我闹，要不是给爹地面子，我早就报警告他们骚扰。你看，又来了。
，Hello。哎，你们先别走，我马上就来啊。喂，你去哪里啊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等一下再告诉你。小哥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我买了早餐，请你们吃。你看，你请吃什么都没有用。今天再不还钱的话，就不用指望我们开工。小哥，你不要这样啦，能不能再宽容多2天？前2次都是这样讲，结果钱呢？2天就2天，2年后我保证我一定给你们钱。拜托，能不能先开工？那就等你有钱了再来找我们吧。走。小哥，你又搞什么啊？你欠他们很多钱啊？需要我先借你吗？你借我？我看还是算了啦，没有2万，他们是不会开工的。2万啊！当然啦，现在是装修哎，你会买菜啊？算了啦，就算你有钱，我也不会要你帮我的。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可以帮你啊？没有啦，这笔装修费原本是我爹地帮忙出的，现在银行冻结他的户口，我看这间店是开不成喽。油条吃了，别浪费。Thank you。阿妈，吃饭啦！买了鸡饭给你吃。Debra， 啊，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跌倒了？哎，扶阿妈起来，小心阿妈。小心小心，小心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没事吧？刚才我是要到厨房去喝水，没想到头脑跟脚还没沟通好，就害我跌倒咯。哦，你小心一点嘛。哦，哎，你很久没有看到你了，你是那个文浩 ，Hello 阿妈。什么阿嬷啦？叫我Debra。Sorry， 太久没有来了，一时忘记。你是不是还跟我说你在一起啊？没有啦，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哦，那就可惜喽。如果你现在忙着拍拖，就不用一直管着我啦。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那就直接送我去养老院啦，有津贴，有人照顾，还有朋友陪，好过一天到晚在家里对着你这个管家婆。好啦好啦，吃饭啦。哇，有鸡腿饭哦！你慢慢吃，又没有人跟你抢。Debra， 你再耐心等一等，只要法庭把爹地的遗产判给我，以后的日子就没有那么辛苦了。有钱没钱不重要，最要紧是有鸡腿饭吃。OK， 好吃吗？肯尼亚？没错，这就是我当事人的领养证书。为什么会是在肯尼亚办的领养手续啊？根据我当事人的说法，他的母亲在2009年跟他继父结婚，过后带着他们到肯尼亚一起生活了6年，他继父就在当年领养了他。这份领养证书绝对是受当地政府承认的合法文件，所以我的当事人理应继承他继父的遗产。你能不能forward这个给我？我想要查证一下。当然可以，传给你了。收到了，谢谢。Wendy Hang Chu Ning， 怎么那么熟？谢律师，你有没有当事人的照片？有啊，我找一下。原来真的是他。你女朋友应该没跟你说吧？说什么？昨天谢律师打给我，说爷爷请了个律师来处理爹地遗产的事。
那个律师就是丁永涵。这么巧啊！以前听你说你女朋友有多厉害，现在就有多担心。你不用担心，你只要有你爹地的领养证书，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的。这就是我最担心的，因为证书是假的。假的？当初谢律师跟我说，如果我要继承爹地的遗产，我就要有领养证书来证明我们的关系。可是我和爹地从来都没有办过领养手续，所以我就找人伪造了一张。你今天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明天才回来上班吗？伟丽那边不需要我了，所以就提早回来喽。他还好吧？他 OK 啊。有一件事我必须先让你知道。什么事啊？我刚接了一个案子，是跟Wendy有关的。这段时间你尽量别跟他接触，我怕有利益冲突。干嘛？我不让你见你的 ex， 不高兴啊？怎么会呢？你也是为了工作嘛。就算不是因为工作，我也不希望你们经常碰面啊。我会注意的。小杰啊，在干嘛？做你女朋友交代的工作喽。她叫我联络肯尼亚的官方机构，跟他们确认一份领养文件是不是他们发出的。需要那么急吗？你不是还没有吃吗？不是我急啊，是你女朋友急啊。反正我今天有空，不如你先去吃，我帮你写。那好吧，谢谢你啊。哦，改次泡泡茶算我的。OK。总共是120万，对吗？我核对过恩琪生前名下所有遗产，再加上卖掉房子的钱，确定是这个数目没错。那个杨正峰居然私吞恩琪这么多钱，真是个烂人。幸亏你找到那一份遗嘱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轻易让步。他背叛恩琪，现在只是让他把钱吐出来，真的是太便宜他了。安迪，你放心，恶人一定会有报应的。丰海集团的 IPO 项目，我全权交给你处理，有问题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放心，我会尽快审查他们的申报材料。这个项目交给你处理，我怎么会不放心呢？不过忙归忙，还是要抽点时间出来陪老婆。知道了吧？什么事？这2位是 CAD 的 officer， 说是要找杨律师的。杨志峰先生，我们是商业事务局的执法人员，现在怀疑你涉嫌一宗股票逆线交易案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在调查恩琪那笔钱的去向时，我们发现事情原来没有表面这么简单。那间所谓的投资公司，其实只是一间空壳公司。我爸亲自到原地址查探过，工厂的职员告诉我爸，原来半年前有人跟他们老板借用了地址来注册公司，老板因为生意困难，就答应了那个人的要求。下一步，我们就去查投资公司的负责人 Albert 丹。Albert 丹，你是Albert丹吗？你放过我吧，大哥，我现在真的没钱了。啊？给我3天，我保证3天后一定还钱。我不是大龙，你不是来讨债的？我这张好人脸像是来追债的吗？那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想请问一下，这个女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哎，还有这个男的，不认识。你看清楚一点，这个认识吧？看一次就够了，我又没老货啊。哎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这个人用你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，警察很快就查到你这里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
我不知道，既然你不想管，那我也帮不了你。大哥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懂的。他只是说借我的名义去开公司，我就把我的 IC 借给他而已。我们根据 Albert 提供的资料查到，郑峰原来早在半年前开这间空壳公司是另有目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不是特地为了转移恩琪的钱而开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也利用这间公司做过其他坏事？半年前，郑峰在处理一宗并购案的时候，他从客户那边得到内幕消息，后来他就用 Albert 的名义进行内线交易，买了被收购的公司股票。现在这个 Albert 怕惹祸上身，就举报了郑峰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警方现在已经正式逮捕郑峰了。他一定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犯罪证据是这样子被发现的。现在他名誉扫地，大概也很难继续在律师界立足。他的婚姻估计也凶多吉少，总算是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谢谢你和你爸替恩琪讨回了公道。别客气，恩琪的事本来就是我的事。小杰啊，肯尼亚那一边回复你了吗？等一下啊，还没有哦。如果今天之内还没有回复，你明天发个 email 催一催。哦，好啊。琳达，文浩今天没有来上班啊？哦，他今天拿了 MC， 我还以为你知道了。病了还出来？刘欢，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？你为什么要用肯尼亚机构的名义寄一份假的 email 给我们？回答我啊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不起啊。我现在不需要听你说对不起，我要你给我一个解释。温蒂的领养证书是假的，他叫你这么做的。不是，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